今天唠一个尺度大一点的话题。我这人脸皮薄啊，我那王八和刺猬他们脸皮不厚，本来不太想讲，但是又觉得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到过，不如分享出来。这几天就很奇怪啊，接的蛮多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发现对方那方面不行，要不要结婚？哎呀，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啊。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反正是一通诉苦啊。她是去年相亲认识一个男士，人对她很好，家庭条件也没得挑。两人谈了半年呢，是顺利见了家长，上个月订了婚。这五一放假，两人就琢磨着得找点事干呢，就约着一起出去旅个游。晚上呢，也是第一次住在一起。本来想想这是一件很激动、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发现男友那方面不行，尝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这心情瞬间也没有了。出去了5天，吵了4天，回来之后这姑娘就微信上跟他提了分手，然后拉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女方父母知道之后也是坚决要退婚男士甚至是跪地去挽留女友，被女友父母一句话给怼了回来，不希望女儿以后守活寡。正好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咨询，有一位男士跟我说自己跟女友谈恋爱2年，性生活次数也是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在女友身上。这个女友直接告诉男方自己性冷淡，而且喜欢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以后准备丁克。因为特别爱女友嘛，就没有跟女友提过过多的要求，觉得只要两人能够在一起，感情好，慢慢的以后都会有所改变的。可结婚之后的3年，两人的性生活基本是1年1次。女方对性生活是越来越抵触，男方说自己很痛苦，让他一度觉得想要放弃这段婚姻。他说因为性生活不和谐，毁了他对婚姻所有的幻想和美好，让他遭受别人的非议和耻笑，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他说自己很自卑，不敢再去爱了，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你要问我性生活对婚姻的关系重不重要？通过数据和咨询的案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很重要。我给别人分析情感问题的时候，我都是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上去分析的。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个话题来讲，是因为很多人你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基本上一定会遇到的，但是这又是一个难以开口的话题。我先拿几组数据来说话先看一下2021年中国婚姻生活状态报告里面，伤害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性生活不和谐排名第4。2019年呢，民政局公布了最新的离婚大数据，这一年共办理结婚登记的是947.1万，离婚登记的有415.4万，也就是说离结比高达了 43.8%。 中国的离婚率在那一年已经连续16年上涨，逐年攀升的离婚率的原因性生活不和谐竟然占到1半以上。有些人就会跟你抬杠拿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去做比较，说那个时候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就结婚了，也没见得到处说这个不和谐就要离婚的。过去和现在那是2个年代，过去的婚姻更多的是维持生计。我记得张爱玲说过一句话，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一场长期卖淫。你再看看现在的社会，为了讨生计而维持婚姻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了。时代越近呢，大家都对性的需求越来越看重。当然如果你跟我说你需要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觉得2个人精神上有共鸣就可以天长地久，那你们就当我放屁。我说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虽然性不是恋爱的全部，但缺少性的恋爱总是觉得少了很多的乐趣。而且更加恐怖的是，我们才是20多岁的年龄，在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是欲望最强的时候，但我们俩屈指可数的性生活次数，让我一眼看到了婚后长期的无性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婚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一段真正好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的夫妻生活，加上互相的宽容，加上彼此的搀扶。夫妻生活呢是婚姻的基本能力，也是夫妻的义务。遇到问题先不要冲动以分手为结局，先去解决沟通，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想法，才会让一段婚姻能够长久和幸福的走下去。有些大宝贝儿，我是真的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我给一对单身男女介绍对象男女都是同岁的28岁，女方是幼儿园老师，这个男方是工程师。上个月初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互相印象都不错于是又安排见了3、4次，就这么断断续续的认识了有1个多月。昨天晚上两人又见了面吃了饭之后呢，约着去看了一场电影，还找了个喜剧片。哎呀，现场的是乌漆麻黑男方就想着尝试发展一下感情嘛，鼓起勇气伸手去牵了女方的手结果女方直接把手给抽走了，和男士说了一句我不喜欢别人碰我。好了，一场喜剧片给看成了悲剧片，男士心里呢是哇凉哇凉的从电影院出来开车一路把这个姑娘给送回家了，全程都没怎么说话。
回家之后呢，这个姑娘就发现了呀，这个男士一直没给她发信息，平常都会主动问她早安晚安之类的。那姑娘按耐不住疑惑呀，就第一次主动发信息给了男士，问他到了吗？结果发现消息一发出去，就发现了被拒收3个字，气得他呀打电话给男士发现一直占线也打不通了，他又找我了，问我至于吗？不就是没让他拉个手吗？然后就把我拉黑了。接着就是跟机关炮一样，嘟嘟嘟嘟嘟的说了好久啊。我问他你喜不喜欢他？他说呀感觉还行，可以继续认识。我说那感觉可以，怎么就不让牵手呢？这大宝贝儿跟我说呀，我们还没确认关系呢，怎么可以牵手呀？听完我问他，那怎么算是确认关系？他说得有仪式感，得表白。好，那男士如果现在不牵手和你表白，你能同意吗？他说不行，我们俩才认识1个月呀，我都不了解他的。听完我真的是被这个大宝贝儿给急的呀。你是去相亲的，不是去给他机会追你的。如果没好感，那就直接在他约你第2次的时候就直说呀，不要浪费大家感情。如果有好感，就不要矜持到约你4、5次了还不让牵手。你既享受了他对你的好，又不给他明确的态度，你这把相亲当成养狗场了呀。姑娘听完不愿意啊，直接就跟我说呀，我拒绝他，他要是不满意，那应该问问我吧，这二话不说就拉黑，也太过分了吧。你是谁呀？干嘛要问你啊？人家有啥过分的？大家都是有时间成本的，你都28岁了，你以为和17、18一样谈校园爱情呢？一个成年人你要清楚你自己是相亲的，目的很明确，合适就在一起，不合适就换人嘛。你想干嘛？想让他追你，把你冰冷的心给融化了呀？还是觉得前世的500次回眸才能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等他见你500次呢？成年人的世界里大家都不是傻子，都很理性，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也都懂得及时止损的。相亲后约会5次还不确定关系的，不是养育就是找备胎。他说他没养育，而是真诚的和男方认识，但就是感觉来的有点慢。我一听可拉倒吧你就是感觉他条件还不错，但是又看不上他这个人，干嘛冠冕堂皇的给自己找那么多的理由呢？身体的本能反应是不会骗人的，他拉你手的时候你直接甩开就是不喜欢，热脸直接贴了你的冷屁股。说句难听的话，你就算喂了5次狗，狗见了也会摇个尾巴让摸一下头吧。他听完又跟我说这接触的时间太短了。我一听哎呀，千万别跟我说时间太短，这接触太少，我见多了去了谈恋爱的，感觉来得快的压根挡不住，1个月确认关系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像牵手这种最基本的能直接甩开那就是打心理排斥，干嘛不承认呢？后来这姑娘说呀，她确实不怎么喜欢这个男士但她年龄大了，也没有更加合适的，想着先联系发展看看。这没成想呀，男士被拒绝1次就直接不联系她了，她就有些后悔和失落。我瞅着这后悔和失落，是怕以后再找不到条件这么好的了吧？早干嘛去了呢？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不害臊吗？说的是。今天我们唠点相亲市场上的真相不知道有些人是在象牙塔里面待久了，没有经历过社会毒打还是怎么地，找对象呢，他总是跟做梦一样。哎呀，要找白马王子呀，白马我给你整不出来那刺猬和王八我有。5年前呢，认识一个姑娘，26岁，普通本科行政专员性格很好，而且人长得很漂亮。那个时候好多男人都喜欢她，她就是那种男人特别有眼缘的类型。结果5年过去了，那是挑挑拣拣的，谁也看不上。我那门口看门的刺猬都给熬秃了皮了。他挑什么呢？这个男人有钱，但长得不好看长得好看又没钱，找个有钱又好看的，又觉得对方情商不够，在一起不开心。他说自己也不清楚要找什么样的，反正我是觉得他什么都想要，总说差不多就行，其实差一点都不行。好了，现在31岁了，没事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合适的。我说呀，暂时还没有。他说不是最近男士挺多吗？我说人家条件好的呀，一听你的年龄就不想认识了。他又开始后悔说条件差点也行。我问他差多少，他说也别太差了这个长得别太难看，条件别太低，赚的比我高点就行。我说离异的有，他一听就急得哭呀，说自己还未婚呢，不想找离异的。然后就是后悔，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在相亲市场上很多这样的自身条件真的很一般，外貌确实稍有优势的，各种挑挑拣拣。那男人都是看脸吗？你好看了，喜欢你的就多。于是被追捧的过程当中各种看不上，理由就是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才华和相貌。好了，终于熬到30岁了，择偶范围呢是越来越小，择偶要求反而是越来越高。他责备我是不是存心不想帮他，挑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秉承着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态度我也不好意思把话说的太明白吧。可有些人呢就是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自我认知偏差的太厉害了。结婚呢找对象，你说白了就是要搭伙过一辈子的。如果你本身并非独身主义，内心极度渴望爱情的话，到了30岁你还单身，绝对是要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我可没有制造焦虑我也没那个能耐。
这种焦虑啊，是社会是现实造成的。30岁是相亲市场的分水岭，甚至有些3、4线城市啊，26、7岁之后，你就要面临可选择的择偶范围是越来越小，意味着越来越少的机会可以遇到你合适的人。当然，如果你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程度足以忽略年龄的限制，那你可以忽略我所说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普通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认清现实。在婚恋市场上，30岁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思维方式普遍会随着阅历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心态也会不一样。那男人对爱情没有那么多的期待了，择偶要求多数都是用开玩笑的话说女的活的就好，条件普通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人好合得来就可以。可有些女人呢，更像是一场赌又着急找对象，又谁也看不上。年龄越大呢，不是认清自我，而是认清了现实，觉得这个社会没车没房没钱的是行不通的。好了，开始要求男人买车买房，有存款7位数。还有一部分呢，选择了事业而非家庭的女性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财富积累的变化，往往不再执着于寻找物质上能够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伙伴，更加追求灵魂上的这种灵魂伴侣，一起度过余生。这种择偶观比要车要房要存款的更难找。说句现实一点相亲市场上并非只有你一个人，越是优秀的男人眼里他们越想要找一个年轻漂亮的，他们更加愿意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所以女孩子你要学会聪明一点，只要你进入到相亲市场上，一定要在你有限的年龄红利期里面去找到你合适的人，千万别再错过了青春追悔莫及，别再做春秋白日梦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含恨而